今天，《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哪吒之魔童闹海》、《唐探1900》、《封神第2部战火西岐》、《蛟龙行动》、《熊出没重启未来》6部春节档新片集中上映，吸引了众多观众走进影院，助力蛇年电影市场迎来开门红。欢迎大家收看蓝宇会客厅新春圆桌会。今天呢，做客的是《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剧组。各位好，我是导演徐克。大家好，我是演员肖战。大家好，我是演员庄达菲。大家好，我是演员梁家辉。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文欣。国庆，你说天下之大，有多少高手？最巅峰的武功，又是如何交锋，如何称霸？那这部电影呢，今天是在大年初一也正式的上映了。其实我们之前看过很多《射雕英雄传》的影视作品，那这一版究竟有什么不同、新的亮点？我们在写剧本改编的时候，一直在想人物，人物是我们第一个要考虑，他们的整个人物的心理状态，每个事情里面，他们为什么要决定选择这种做法，我们都要去了解。然后第二步应该想到这个故事里面，它最重要的关键的这个场面是什么？怎么可以变成一个观众看起来很参与，而且是牵引到他的情绪，去经历这种剧情上的高潮，这样子。那说到这个人物的选择，也涉及到演员的选择。首先呢，就是郭靖，为什么会选择肖战来演郭靖这个角色？其实选演员，特别是《射雕英雄传》呢，不好选，因为大家都看过很多不同的人演过里面的人物，所以是缘分吧，应该说。跟他们见面我好像一个推理的探长一样，去了解他们到底可不可以做到我心目中那个人。那有一半当然是有逻辑去分析，有一半其实都凭感觉。那经过很多次讨论，我就什么都谈。我们基本上谈出你以前演的戏是怎么状况，你跟导演啊、剧组啊、剧情啊怎么状况，然后有谈他对剧本的一些人物的看法，里面去找到他的触觉跟他的这个性格。肖战还记得第一次见导演的时候吗？记得。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导演，导演问了很多问题。我对人物是有分很多层的，就是说他表面一层，里面一层，还有他不自觉的一层，还有他这个最原始的一层。所以其实我们住在里面去测试里面到底这个范围里面是什么样。哦，原来是测试，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就是导演会提很多问题，比如说就像刚刚导演提到的，看剧本的习惯，然后包括你在剧组里面拍戏的习惯，然后你如何理解人物，如何理解单场戏，如何去做一些自己的训练啊也好，还问了一些日常的一些习惯，比如爱好啊这些之类的。对。那比如说你看剧本的习惯会是什么？我看剧本的习惯就是看这个故事的结构跟发展，然后以及能不能打动我吧。对。那当时听到郭靖这个角色，你会觉得有一定的压力吗？当时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2次见完导演之后，然后在后面我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然后有这个机会，我记得我当时还是不敢相信，对，觉得就是不敢相信。那导演怎么样去描述呢？这一次希望肖战呈现什么样的一个郭靖？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围读的时候，还是我们第一次演员跟导演见面的时候，导演跟我跟庄说希望是一个摇滚版的郭靖和黄蓉，你还记得吗？摇滚乐手。对，我当时想，哇，到底你们结果是理解成什么样？我们俩当时对视一眼，然后我说这样。可能我的理解是专注，还有以及全身心的投入吧，就像摇滚乐手一样，就是在舞台上尽情的释放。这可能是我后面的理解。我觉得音乐人他很自我，而且他有一种投入感。我们常常会担心的是，有些艺人嘛，他会有太多理性去分析人物，他太冷静了，到最后就没有法投入。可是如果你是个乐手的时候，特别是摇滚啊，你特别是会很容易情绪上就跟这个你的剧情啊、你的情绪接上。真正的英雄不是南征北伐，而是永怀怜悯之心。我觉得对于庄达菲来说，他
很有勇气，全新塑造出来的一个黄蓉的形象，你会不会让自己刻意的去摒弃掉之前的对于那些经典形象的一个印象？我觉得就是不能去想特别多，然后去除这个杂念吧。然后像刚刚导演也说的，希望我们是一个不一样的、独立的一个自己的角色的样子，然后剩下的就是紧跟导演的步伐。对，那导演对黄蓉这个角色这一次做一个什么样的改编，是您希望和原著不同的？这跟东协有关的，因为王蓉其实就等于是东协的一个江湖上认为她这个小东协嘛。你说王蓉是不是就是一个可爱机灵的少女呢？她是，可是除了一点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小说里面有说，可是我觉得一直来没有表现出来，是一个相当叛逆的一个小女生，而且她是很机灵之外，她对武林江湖上的人，她能够处理得很好，八面玲珑的。她很会抓到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所以也就是她在东协身上学到的，所以这一块来讲，是我觉得需要王蓉有这个本质。另一个东西就是她从桃花岛跑出来的时候，她做过乞丐，也做过很多人家认不出她是东协女儿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去解读这个人物。这可是我丐帮的打狗棒，你敢接吗？这个内心的叛逆和现实生活当中的大飞是一样的吗？你有吗？有吧？导演觉得？导演觉得有吗？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啊，他多要少而已。就从每一个演员的身上也能够找到角色更多的可能性。可是我们也不能够讲太多，讲太多他们就开始乱了。他们就乱了。你看他其实有时候也乱的，是吧？乱过吗？乱过。我觉得导演可能会让我们先自己发挥一下，就是有什么问题，他可能再会过来给你调整。然后觉得可能有时候一调整，你就突然啊，原来是这样的。对，那是不是跟梁家辉老师说的会少一点啊？因为合作这么多年了。不过讨论也有的，可是问题是，他比我还懂。我们试过是演过2天戏之后，重新改过，这个人物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讨论说，哎，我发觉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可不可以再重新把它塑造过这样子？我觉得这就是导演的千变万化。所以他每天你跟着他的步伐的话，你会看到不少东西，学到不少东西。因为你会很自然的就跟着他思路走。比如说他刚才说了，拍了2天以后，他突然说，不应该是这样的，他有新的想法。那你的配合，或者是你的想通了，为什么他会觉得不是这个样子？大金朝的国师白驼山欧阳锋。这次欧阳锋首先在造型上就非常的颠覆，一定会让大家眼前一亮。您的那个妆造每天得多长时间啊？本妆也要超过2个小时，到后来走火入魔的时候，那个就更复杂。对，连穿件衣服都很复杂，因为那件衣服是他走火入魔以后曾经被烧过，对，所以都不能说是一件衣服。您是怎么样能够找到那种走火入魔的状态呢？每天在片场，不用琢磨，他已经走火入魔。所以他选择我来演吸毒。肖战感受到了吗？在片场？我是觉得梁老师那个装扮上之后，很难不走火入魔。哎，肖战有没有一刻想，自己也挺想挑战一下，像欧阳锋那种？我觉得很带感的。每次都要爆改梁家辉老师，是吧？为什么？为什么要爆改你？为什么每次都是要以一个大家认不出来的造型出现？像肖战看过，刚才看我以前的电影的，他一出来冲口而出，太帅了。那让我感觉我是太帅了，所以每一次经过导演的手，他都爆改我。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导演朋友都不是在演员的同一个状态里面拍戏的，都在塑造。其实你演过很多不同的角色，我们很多导演拍你也是每一次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半是考验导演，一半是考验演员。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大家觉得演一个作品的话比较有趣一点。这样子多帅的这一次我觉得每一位的角色都很有挑战性，比如说肖战你的蒙语，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你这么大量的蒙语的台词，你是不是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很多的台词？当时拍摄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肌肉记忆了。如果你边想边说的话，镜头会看得出来。对。所以每天除了在片场之外，回到房间一直都是苦练。基本上就是听，然后老师说一句，然后我跟读一句。对。那么新学一门语言，你有什么独特的自己的技巧吗？其实蒙语对于我来说，我因为时间短，所以我是完全是针对这个台词去做的一个突击训练。其实没有我们像学习外语，从一个很基本的它的字母啊、它的发音啊，一个一个的去学，所以就是突击式的学法吧。这一次肖战还有不少骑马的戏份，对不对？其实和动物拍戏是很难的，你是怎么样和这个小红马来建立感情的？我们3个人那个时候天天都骑马训练，然后每个人有自己专属的一匹马，然后天天跟他们相处，然后也是其实跟动物之间有一个磨合的过程，越来越顺畅。对。重场戏的时候，你会跟小红马说什么话吗？偷偷的？我跟他说的最多的就是乖。哦嘞，然后以及再坚持啊，再来一条就行了，再坚持一条。它很小，它是一匹可能年纪比较小的马，所以总要告诉他要乖，要乖要乖，然后要摸摸它。对，你会怎么跟马说？我也是说的最多就是哦嘞哦嘞，那个是他听了他会停下来的一种口令。然后有的时候看回放，我们俩有一条跑马的戏份，然后看上去很帅的，然后听录音就是2个人就是一直在，对，让他平静，稍微平静一点。文心呢？你觉得这个跟马沟通感情难吗？我觉得挺难的，但是我觉得动物是有灵性的，它能感受到你。然后我也是经常跟我的马说乖听话，就是配合一下。当年是宋人出卖你爹，让你母子俩无家可归。除了这个马之外，还有很多的动作戏。肖战这一次也是做了很多的训练。哪些招式对于你来说练起来是最有难度的？我觉得最有难度的应该是威亚。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对于他们来说是威亚，都是威亚，好像都是威亚。对，因为威亚它特别考验你的平衡性，然后以及你的核心，然后以及你要在空中一个失重的状态下面找到一个发力点。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可能比较难。大概有磨合了多长时间才真正适应了那个状态？前期训练了2个多月，然后到拍摄的时候，偶尔还是会遇到一个瓶颈。对，但是就是在现场会磨合。有过觉得内心挺崩溃的时刻吗？不至于崩溃了，就是想要竭尽所能做好吧。那庄庄有没有比较崩溃的时刻？我有的是会，就是会让自己脑子不要那么乱，因为其实你越紧张，然后去想那个动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做出来就越着急，还是更多的是告诉自己，就是记好动作了，然后就放松放松。在下黄蓉。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剧组，每个人都尽情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那肖战这一次在郭靖身上，我相信也看到了很多他的一些品质，也对于这个人物有很多的思考。他的哪些品质是你特别想拥有的？我觉得是他的坚持不懈，以及他面对困难他绝不退让，绝不退缩，迎难而上。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在现实生活里面拥有的，然后以及我想去做的。那你觉得郭靖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位大侠呢？我觉得他已经在我们的电影、我们的影片里面做出了那个抉择。对，所以大家可以在电影里面去找寻一下答案。因为每个人的侠的解读方式不一样，所以当郭靖去面对
不同的这种对侠的这种概念的时候，他要想办法，又不能用打是最不好的一个东西，没办法要打完之后，大家要讲清楚怎么回事。特别是托雷也好，他的安达朋友啊，还是他的义父啊，大汗呀，都是一个让他成为一个侠的成长过程，一个影响他的一个人物。所以每个人对侠的理解都有着不同的体会，等待着大家走进影院去有自己的对于侠的解读。那我们就来到我们最后的这个环节吧，我们就请每一位都对导演说2句话吧，好不好？因为这一次的合作，我相信都会有新的体会。梁家辉老师，您先说。还是那句啊，继续愿意跟随他的步伐，在下一个他导的电影中。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挺感谢导演的，就是能给我这个机会。我肯定也是感谢导演，信任我，然后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吧。我也是和家辉哥一样，愿意一直跟随导演的步伐。我也是，感谢导演，谢谢，真的很珍惜这一次机会。我这一次跟导演合作，我觉得导演给我很多的启发跟指导，是来自于导演他自己在拍摄过程当中的全身心的投入，然后他真的很热爱电影。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染我跟打动我，所以我也是跟家辉哥一样，然后跟庄庄、跟文心一样，跟很多演员一样，紧跟导演的脚步。下一次我会跑得快一点。我觉得这就是徐克导演的魅力，也是他作品的魅力。希望大家大年初一之后每一天都能够持续的支持《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不仅自己去看，也要推荐给你的家人朋友，让更多的人走进影院去看这部我们全新的一部武侠作品。Action！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2025，最后一句，完成。